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中戏全国第一，专业97.8分。赵今麦最狠的不是红，是在内娱里居然没被带歪。内娱最爱干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一个老老实实拍戏的人，硬生生吹成天选之女。仿佛她能红，不是因为作品稳，而是因为命里带着流量磁铁，听着就离谱。赵今麦这次被拿出来反复夸，本质上不是单纯夸人，而是把它当成了内娱稀缺样本来做对照实验，看看这个烂摊子里，到底还有没有不靠吆喝也能出头的人。先把话说直，赵今麦身上最扎眼的，不是人红，而是居然没他。在这个今天靠热搜，明天靠通稿，后天靠粉黑大战续命的圈子里，他像个不合群的异类，安安静静拍戏，老老实实上学，没整天靠恋情、造型、翻车来刷存在感，结果偏偏还真让他走出来了，这就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。因为内娱这些年最擅长的事情，就是把认真污名化，把稳定说成没爆点，把作品说话潮成不懂营销。他2002年生，辽宁沈阳人，中央戏剧学院全国第一考进去，专业97.8分，文化课524分。这种履历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，那叫一步一个脚印；放在娱乐圈里，那就是一种对行业审美的反讽。圈里多少人靠天赋型演员包装自己，结果连台词都说不明白，连情绪都像在交作业。赵今麦这类人反倒显得像反工业糖精的样本，没那么多戏精感，但你就是知道他不是来凑热闹的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外界总爱给他贴清新自然、不刻意营销、家教好、自律清醒这一套标签，听起来像夸奖，其实也是一种无奈，说明观众对他的认知已经从这是谁变成了这人怎么还没被内娱污染。这年头，只要一个年轻演员没有把自己搞得满身腥气，大家都会下意识觉得他稀有，稀有到像保护动物。问题是，演员本来就该这样，怎么现在变成了奢侈品？说白了，赵今麦这波被反复讨论，不是因为他突然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他精准踩中了行业最缺的那根神经：稳定输出，少作妖，能扛剧，能过审，能上平台，能让投资人看到回款希望。腾讯、优酷、爱奇艺3大平台都有主演剧集热度破万，这个数据在今天不是运气好，而是市场给出的投票。资本最现实，嘴上夸情怀，手里算 ROI， 剧能不能爆，演员是不是耐看，角色能不能让用户追下去，才是唯一标准。偏偏娱乐圈最虚伪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一边嫌观众没审美，一边又拿流量当命根子，一边喊好演员稀缺，一边把热搜资源都砸给那些会制造话题的人。真要出一个不靠妖魔化自我，不靠撕逼维持存在感的人，大家又开始集体装懂行，说什么他就是运气好、资源好、平台捧，好像一个演员能持续吃到红利，只能是别人硬塞给他的，不能是他自己一点点熬出来的。赵今麦身上最反常识的一点，就是他的成长轨迹太像正常人了，正常到让内娱显得像个巨大的精神病院。他有家教，父亲是教师，读书时期没有把时间全扔给热搜，拍戏和学业两手抓，最后还能以专业全国第一考进中戏。这种路径放别的行业是基本功扎实，放娱乐圈却成了传说。因为圈里太多人的逻辑是，能红先红，红了再补课，补不上就包装，包装不了就甩锅，反正只要流量在，其他都能演。而赵今麦偏偏不是这种路子，他不太像被营销出来的商品，倒像一件被耐心打磨过的成品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每次出现都不会让人觉得突兀，戏路能覆盖科幻、
悬疑、校园、古装、现实题材，说明她不是单一模板的甜妹工具人，而是真能往不同角色里塞东西。这在00后女演员里非常少见，很多年轻演员一上来就把自己锁死在一种风格里，今天卖少女感，明天卖反差萌，后天卖破碎感，卖来卖去，最后观众只记得滤镜，不记得脸。你以为这是审美问题，其实还是行业病。内娱这些年最会培养的是可复制的流量，最不会养的是不可替代的演员，因为前者容易批量生产，后者需要时间成本，需要选剧本，需要试错，需要真正的表演训练，这些都不如一条热搜来得快，来得便宜，来得好算账。所以市场长期奖励的是速成，惩罚的是耐心。等你终于发现赵今麦这种人难得，说明这个赛道已经被粗制滥造狠狠干坏了。更狠的是，他的低调本身也被拿来消费，很多人喜欢拿他和那些天天营业、天天塌房、天天改口风的演员做对比，仿佛他只要不作妖，就天然高人一等。其实这背后是观众的厌倦已经到顶了，大家不是突然爱上朴素，而是看腻了太多把人设当护身符，把真诚当营销道具的人。今天立学霸，明天立努力，后天立独立，结果一出事，全靠公关团队把误会2个字印在脑门上。行业里最常见的一套流程，就是先给年轻艺人贴标签，再根据标签去分配资源。甜妹就接校园，御姐就接悬疑，狠人就接大女主，谁也别想跳出框架。问题是标签贴久了，人也就被框死了，能把标签撕开的人不多。赵今麦之所以能往前走，恰恰是因为她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纯营销模板。她的自然感不是摆出来给镜头看的，而是至少没让观众闻到太重的被设计感。这在娱乐圈已经算洁癖级别的稀缺。再往深里说，赵今麦之所以让人觉得稳，不只是因为她演得不差，而是她身上没有那种急吼吼要翻身、急吼吼要证明、急吼吼要上位的饥饿感。很多年轻演员一进圈，眼里写的不是角色，是排名；不是戏，是咖位；不是观众，是数据。整个人像一台被经纪公司校准过的抢镜机器，今天怕被压翻，明天怕被对家验压，后天怕被说没爆箱，活得像热搜预备役，哪还有演员样？赵今麦的路数则相反，她更像是把时间花在作品上，而不是花在自我包装上。这种选择看起来笨，实际上很聪明，因为真正能留下来的，往往不是最会喊的，而是最能撑的。娱乐圈每隔几年就会冒出一批爆红新星，声势大的像要改朝换代。最后呢，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住，只留下几张神图和几段营销文案，作品一扒，空的能当风洞。反观那些被嫌没话题的人，几年后还在稳定拍戏，还在进组，还在用角色说话，这才叫真正的长线。拿他和过去那些昙花型艺人一比，差距就更明显了。有些人一开始靠一部爆款出圈，团队马上开始加码，通稿铺天盖地，代言像不要钱一样往身上挂，粉丝忙着控评，路人忙着围观，结果红得快，翻得也快。因为一旦作品跟不上，所有营销都会反噬，显得像空中楼阁。最典型的就是那种把高级感挂嘴边的演员，最后一旦被扒出口碑失手，整个包装瞬间碎成渣，连体面都保不住。还有些人更离谱，明明是靠综艺、热搜、脸熟混出圈，硬要往实力派那条路上蹭，结果每次采访都像临时背稿，越强调自己认真，越暴露底子薄。观众也不是傻子，谁真能扛戏，谁是靠镜头对脸撑起来的氛围感，大家心里门清。赵今麦这种被认可的点，
恰恰在于他没有强行把自己塞进天降紫微星的叙事里，他更像一个持续进化的演员，而不是一台靠流量续命的机器。娱乐圈的残酷就在于，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对手，而是输给了自己那套虚火太旺的包装逻辑。今天靠国民闺女吃饭，明天靠独立女性撑场，后天靠演技派翻身，结果一轮又一轮，概念换得比衣服还快，唯独能力跟不上。赵今麦这种能从小到大一路被观众看着长起来的演员，反倒有一种罕见的连续性。他不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流量蘑菇，而是一路长出来的树，虽然不喧哗，但根扎得深。这就涉及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：为什么平台会认他？为什么3大平台都愿意给他热度破万的剧集？答案很简单，平台买单的不是情怀，是稳定。平台最怕2件事，一是砸钱没声，二是声太大但口碑烂，前者是亏，后者是暴雷。赵今麦这种演员的价值，就在于他能把一部剧的下限拉高，至少不会让项目一上来就散架，观众愿意看，制作方敢押宝，平台愿意推，这就是市场逻辑，不玄学，也不神话。而内娱很多人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似没毛病的演员，因为他会让那些靠包装术吃饭的人显得很狼狈。别人靠通稿吹半年，他一部剧就把口碑摁住了；别人拿国民度反复续命，他用作品一点点积累。别人把演技当口头禅，他是把演技当门槛。这种差别在平时看着不大，真到资源分配的时候，差距就像刀口，扎得人心慌。你说这是他天生运气好也行，但娱乐圈最不值钱的就是运气，因为运气只能让你进门，不能让你坐稳。坐稳靠的是自律、筛剧本、控风险、懂分寸。赵今麦的父亲是教师，这种家庭对孩子最大的影响，往往不是多会说大道理，而是知道什么叫按部就班，知道什么叫长期主义，知道别把一次小红当成人生终点，知道别把镜头前的几秒钟当成全部人生。这些东西在娱乐圈简直像古董。很多人不爱听这种话，因为它太不刺激，没瓜、没丝、没塌房、没爆料，不够爽。但恰恰是这种不够爽的人，才最能说明行业的病有多重。大家早就习惯了看大起大落，看撕翻，看翻车，看反转，看谁今天上桌谁明天下桌。突然冒出一个靠成绩说话、靠作品出圈、靠稳定过关的年轻演员，反倒像异物，仿佛提醒所有人，原来这个圈子不是不能正常，只是太多人不愿意正常。赵今麦的存在，某种程度上像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是内娱的集体焦虑。为什么大家一提00后女演员，先想到的是营销、恋情、造型、话题度，而不是表演本身？因为过去这些年，行业一直在给观众喂热闹，却没怎么认真喂内容。久而久之，内容反而成了稀缺品，热闹成了廉价品。谁能在这种环境里保持干净和稳定，谁就容易被抬成例外。可说到底，例外只是因为整体太烂，不是因为标准太高。那些总爱拿他做样板的人，其实也挺现实，一半是夸他，一半是借他打脸别人。娱乐圈嘛，夸一个人，往往不是因为真爱，而是因为想顺手抽别人2个嘴巴子。毕竟把一个认真拍戏的人捧高一点，就能把一群只会营销的人衬得更矮。这种对比一出来，谁是靠本事吃饭，谁是靠脸皮混饭，立马见分晓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赵今麦真正难得的地方，不在于他被夸，而在于他还没被夸坏。很多年轻演员一旦被捧到位，立刻开始膨胀，采访里说话飘，选剧本开始挑名头，团队开始搞神秘，生怕掉价，结果人是越来越红，
戏是越来越空。最后观众看他就像看一块包装精美但没味道的蛋糕，舍不得骂太狠，但也不想再买第二次。赵今麦目前最值钱的就是他还没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他现在被称作内娱少见靠稳定作品持续出圈的00后女演员。听着像一句很朴素的话，实则杀伤力极强，因为它等于在告诉所有人：别老拿噱头冒充实力，别老拿热搜冒充口碑，别老拿一时爆红冒充长期价值。平台、市场、观众都不是慈善机构，今天愿意为你买单，明天照样能把你扔回去。娱乐圈真正的安全感，从来不是谁替你洗白，而是你手里到底有没有真货。这年头，最怕的不是没人夸，最怕的是被夸得太虚，虚到最后只剩一层纸壳。赵今麦之所以显眼，就是因为他看起来不像纸壳，更像实心货。虽然不一定惊天动地，但至少不容易一戳就破。内娱现在最缺的不是流量神话，而是这种能让人安静看戏的演员。偏偏越是这种人，越容易被忽略，因为他不制造噪音，不配合演出，不主动喂瓜，搞得整个行业像少了个震动模式。可惜，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值钱。毕竟在一个满地都是表演型人格的地方，能踏踏实实把戏演完，把学业读完，把自己过明白的人，已经比很多热搜常客高出不止一个段位了。别看那些人今天风头大，明天话题多，真到了时间这把刀落下去，能站着的往往不是最吵的，而是最稳的。赵今麦这类演员，最终会不会大红大紫，谁都不敢打包票。娱乐圈从来不是公平赛道，机遇、资源、运气、审美全都掺在一起搅成一锅粥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他至少不是那种靠一次爆红就把未来赌光的人。他在做的是一门慢生意，这种生意不性感、不刺激，不适合拿来当饭圈战绩发疯，但他耐熬，熬得住的人才有资格在这个圈里把名字留久一点。说到底，内娱这口锅里真正能端得住碗的没几个，更多人端着端着就把饭撒了，还得怪桌子斜。赵今麦最让人服气的，不是他多会炒话题，而是他压根没把自己活成话题本身。等到别人的热闹散场，才会发现，能留下来的，往往就是这种看上去最不起眼的人。